发现老公出轨后，我才知道我不仅婚姻失败，格局还挺小。他的小情人安安静静，从不作妖，更不会张牙舞爪到我面前来逼宫，因为他俩是开放式情人关系。听听，情人关系都能开放式了，我都允许你有老婆了，你怎么能要求我为你守身如玉？你放心，我保证孩子一定是你的。收到私家侦探发来的信息，我对照片里这个扎高马尾、穿着时髦、脸庞白皙干净的女孩产生好奇。事实证明，好奇只会杀死猫，还是我这种蠢猫。这种能让我老公这个在商场杀伐果断、头脑精明的男人心甘情愿被pull的女人，怎么会像照片看起来那样是个傻白甜呢？我才走进咖啡厅，他抬眼与我四目相接，立刻他唇角微勾，神色一派了然，倒把我搞得进退维谷，就像我特地跟踪他一样。虽然确实是，我要了杯白水，坐在角落，正巧在他的斜对面。他起身，挺着6个月的孕肚，去柜台点了杯咖啡，施施然走到我面前。姐姐，我喝不了咖啡，这杯请你。我下意识的微微后退，他轻笑一声，将咖啡摆在我面前。放轻松，不泼你。自顾自坐下来，他把散落的长发别到耳后，一双卡姿兰大眼睛扑闪扑闪，饶有兴味的看着我。姐姐，你比照片要好看多了，回去重新拍一张，让秦宇把他钱包里那张换了。那张照片连你一半的美貌都没展示出来。我捏紧了杯子，指节微微泛白。你认识我？别装了，你不是特意来看我的吗？他落落大方，我叫何诗儿，是秦宇的情人，而秦宇是我结婚7年的老公。何诗儿笑起来的侧脸和我年轻时有几分相似。他说这是秦宇告诉他的。不止如此，秦宇还详细跟他讲了我们相识相恋的过程。一个农村来的穷帅小伙，帮自幼父母双亡，被校园霸凌的柔弱小白花出头，两人坠入爱河，相依为命，最后冲破重重阻碍在一起。后来穷小伙创业成功，功成名就，而我柔弱不能自理的孤苦小白花，过上了养尊处优、不知愁滋味的豪门太太生活。何诗儿掩着嘴笑得有几分得意，原来7年之痒是真的呀。姐姐，男人确实靠不住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孩子，这家伙就耐不住寂寞了。他笑盈盈地抚摸着肚皮，尽管怀着孕，还露出几分少女的娇俏，所以姐姐放心，我呀，才不要婚姻。可你就能插足我的婚姻吗？我咬牙说出这句话，握着咖啡杯的手有几分抖。插足婚姻怎么了？又不犯法。他满不在乎地看着我，姐姐，你不知道，被婚姻调教过的男人最香了，又懂女人心，财富又自由。意思是既能提供情绪价值，又有经济保障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看向他手边的爱马仕限定款，那是我和他的共同财产，我有权利追回来的。吃，他笑得一点都不客气，纤纤食指在我眼前晃了晃，大红的指甲油刺得我眼疼。他做作的拿起张纸巾擦擦眼角，对不起，太好笑了。姐姐，秦宇没有给我钱的，这包包是我弟给我买的。他微微轻身，低声说，忘了说，白纸黑字，秦宇和我弟签了购销合同的，那是货款，是公司采购成本，不是给我的钱哦。何诗儿是被秦宇的电话叫走的。他得意洋洋，笃定我拿他和秦宇没办法，临走前还晃了晃手机。下午4点，秦宇要陪我去做胎监了。姐姐，我们可没有同居，秦宇每天都按时回家的。不用照镜子，我也知道自己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，眼泪含在眼眶。我咬牙说，你就不怕我让他净身出户？姐姐，你这柔弱的样子真让人心疼呢。他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别傻了，出轨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就算打离婚官司，财产分割你也占不到便宜。不怕你生气，就算我和他死了，你还得乖乖帮我把孩子养大呢。他朝我笑眯眯的摆手道别，背影纤瘦，完全看不出是个孕妇。看他头也不回的推门走出，我自包里抽出纸巾擦干眼泪，嗤笑了一声。这种小白花形象自幼就深入我的眼际。8岁那年，一场车祸带走了我的父母，我带着大笔遗产回到吃人不吐骨头的赵家。从那时开始，多亏一众亲戚的虎视眈眈，尔虞我诈，我才得以迅速成长。学费也没少交，最后总算保全了大部分财产，成年后从赵家全身而退。我若是一朵真的小白花，早死不知道几百次了，还能等到秦宇来拯救。隔着咖啡厅的落地玻璃，我淡然看着何诗儿的背影。这姑娘有几分小聪明，懂点法律就敢张牙舞爪，可惜不智慧。也是，毕竟智慧的女人永远不做第三者。更遑论连情况都没摸清楚，他以为的成功人是秦宇，不过是我脱离赵家的工具人。他手里那点东西塞我的牙缝都不够，让他快活一会儿吧，毕竟怀着孩子呢。孕妇心情愉快，生下来的孩子才聪明伶俐。我嫌弃的看了眼他买的咖啡，
什么残次品，也到我面前来丢人现眼。招招手，我给服务员说，麻烦把这垃圾帮我丢了。秦宇是晚上11点回来的，中途只有他的助理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娇娇姐，秦总有应酬，会晚点回来。秦宇进门时，我正捧着育儿书歪在沙发上看得津津有味。开门声响，我和他四目相接，那一瞬间，我从他眼里看到几分了然和无奈。是了，何诗儿怎么可能不告诉他和我见面的事呢？虽然他嘴上说着不要婚姻，却还是示威一般的在秦宇的衬衣领角印了半个唇印。有这种动作就好办，毕竟有在乎的东西才有软肋。见我的目光盯着那道红痕不放，秦宇略显疲惫的捏了捏眉心，你今天见到他了？要说最刺痛了人心的，不是得知他出轨，而是男人口里说出那个暧昧的他字。话音缠绕里，是女人无法介入的暧昧空间。我心底冷笑一声，眼泪却恰到好处的砸了下来。没事，我可以故作坚强擦掉。行了，我和他就是露水情缘。秦宇口气诚恳，一边解扣子一边解释道，这不是因为你身体弱，生不了孩子，我只是想要孩子而已。他自顾自的说道，你放心，他又不要婚姻，也不会威胁我们的夫妻关系。不哭了，好吗？哟，不哭了，要说谢主隆恩吗？他的大手伸过来想替我擦泪，我后退一步，克制住身心的恶心，我身体不弱，我能生孩子。秦宇扯了扯领带，不以为意，别闹了，我们结婚7年，也没刻意避孕。我怀孕了。我把夹在育儿书里的查血结果递给他。秦宇还是那副你别闹的口气，怎么可能？我们1年都没有。我偏头一笑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，对呀，所以孩子不是你的。什么？他面色一黑，目光惊诧朝我看过来。我的手指划过他衣领上的唇印，声音更低更轻。我都允许你有个私生子了，你怎么能要求我没有个自己的孩子？你放心，我保证这个孩子不会威胁我们的夫妻关系。我说完后退一步，不待他反应，柔柔叫了声妈，秦宇回来了。刚才那几句耳语仿佛他的错觉。秦宇来不及说什么，就见主卧室的门拉开，他亲妈，我婆婆走了出来。大晚上的，老太太依旧一身正式浮夸的中式唐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红唇涂得宽阔平坦，浑身上下各种金镶玉，贵气逼人，活似能镇压一切妖魔鬼怪的金刚菩萨。一开口，自带村里喊山的气场。秦宇，娇娇怀孕，你怎么能这么晚才回来？秦宇错愕地看着我，我淡定一笑，开玩笑的，孩子当然是你的，怎么可能不是呢？秦宇这人，一如所有从农村里飞出的金凤凰，虚荣是他的面子，钱是他的里子，还要假装雅贵。在他妈面前，他不敢说他出轨有私生子，尤其在我先发制人公布怀孕的时候。毕竟当年他爸被他妈捉奸在床后，从村东头锤到村西头，最后被打折了一条腿。但他对我肚子里的孩子充满怀疑，却不敢当他妈的面问。怎么说呢？说他沉迷于外面的小三，而1年都没碰我。孩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只好找个借口带我出去吃饭，把我堵在卡座里，面目狰狞地问。我眼也不抬，你忘了2个月前同学会，你喝醉那晚，我们回来后有的。不可能，那晚我们明明没有。怎么没有？我目光扫过他愤怒的表情，轻描淡写，你喝醉了，不记得了。他咬牙切齿，喝醉的男人做不了。我甩出一张不堪入目的照片给他，是他和何诗儿。诺，据说那晚你也喝醉了，明明可以啊。高清大图，他脸黑了，语调拔高，你找人跟踪我？我诧异看着他，这是何小姐发给我的。我点开微信，调出何诗儿的头像和跟我的聊天记录。时间是半年前，言语充满赤裸裸的挑衅。想不到秦总醉了还这么厉害呢。不是说男人过了25岁就不行了吗？秦宇的脸色青白交加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咬着下唇，眼泪盈满眼眶，一贯的楚楚可怜。所以你知道我忍了多久吗？我只是想要个孩子。那天晚上才。秦宇见我似乎并不在意他外遇与否，皱着眉，表情微妙。不过很快他又松口气，家里红旗不会倒，外面彩旗还能继续飘，多好。于是对着我哄了一通，又捏着照片怒气冲冲去找何诗了。说好的不要婚姻，开放式情人关系呢？这下知道他这小情人的真面目了吧？何诗儿挺着肚子，颇有几分气势汹汹的来到我跟前。我端正的戴上小白花的面具。姐姐，我什么时候加过你微信了？你这步棋倒挺有意思，到底想干嘛？还是上次那家咖啡厅？不同的是，这次是他主动约我。力求让自己看起来气定神闲的何诗儿，实则有几分气急败坏。至少大红指甲掉了半块，他一无所觉。我垂头丧气，我一个没工作的家庭主妇，我能干嘛？他明媚的大眼里闪过狐疑和不确定。秦宇说我半年前加了你微信，
给你发照片。我把手机递到他面前，这不是您？何诗儿认真看了又确认，头像和昵称跟我一样，但肯定不是我。哈，我能干这种蠢事？不是你呀？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呀。照片是私家侦探拍的，聊天记录吗？是我提前准备的，改个头像和昵称而已，很难吗？所以，何诗儿，是不是你重要吗？至少现在，他是你了。我收回手机，微微一笑，那怎么办呢？秦宇以为是你呀。何诗儿一愣，你阴我？我阴你？你堂而皇之插足我婚姻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阴你呢？我一瞬间切换回六神无主的模式，抖着嘴唇，惨白一张脸。不是，这真的不是你吗？我一直以为，这次何诗儿不上当了。他仔细打量我，意味深长的一笑，倒是我大意了。姐姐，想不到你演技这么好。秦宇他知道你这副嘴脸吗？我噙着眼泪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何诗儿正要回话，电话响了。他接起的瞬间，我看到屏幕上打头的何字，淡定的端起水杯抿了一口。合同诈骗，被起诉。什么意思？1年前我去公司查账，账的问题不大，但秦宇可能出轨了。毕竟何诗儿不作不闹，秦宇每天按时回家，也从不背着我接电话，生活中两人毫无瓜葛，我确实没察觉。就连查账，如果不细看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采购部每年会和某几家供应商签采购合同，发票和银行流水也没作假。唯一有问题的是，这几家供应商每次供应的原材料都不一样，附在合同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却显示法人是同一个，叫何海明。顺藤摸瓜，我不露声色地查了公司的库房管理记录，财务有付款，库房却没有同等的入货记录。百密总有一疏，我留下证据，给管销售的老张发了条短信，那是我的心腹之一，不过秦宇不知道。他一直以为我柔弱不能自理，还是个傻白甜。毕竟他创业初始，我身娇体弱没有参与，还全身心信赖他，给他提供启动资金。老公，这是我爸妈遗留的保险金，全都给你了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秦宇拿着那笔钱注册公司，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定会做出成绩。笑话，上10亿的遗产，给了他500万，他还感恩戴德，一开始股份都挂在我名下。后来公司做大，有家公司想入股，开价不错，秦宇有了自己的小心思。他开始忽悠我交出股份，还说股东不能当监事，为了让我更放心，让我将股份转让给他后做监事会主席。我乖乖听话照做了。秦宇卖了51%的股份给另一家公司，自己留了49%，意气风发的继续做董事长。他不知道那51%透过层层股权架构转了几个圈，还在我手里，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。而我挂着监事会主席的名，兼着审计总监的闲职，每年都会象征性的往公司去查一次账。秦宇笃定我一窍不通，看不出任何问题，所以从来都很放心，随便我查。他倒是忘了，我们俩大学是同班同学，我专业课成绩还是全优毕业。这一查，可不就查出问题了。3天后，老张给我回信息，说得很隐晦，却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法人有个表妹，秦总1年前认识的，那几家公司都是2人认识后才注册的。我懂了，秦宇虽然不干净了，但手脚挺干净，转移财产的方式优雅，真是优雅。我足足沉思了1周，和秦宇毕竟也是一路走过来的，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那是骗人。可我自幼生活的环境，让我成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想通后，我立刻做出决定，结束这段关系，但要全身而退。随后，我找了私家侦探，拍下不少优质照片。游戏正式开始，一连几天，秦宇都忙得脚不沾地，几乎没回家。我倒还好，眼不见为净，倒是婆婆受不了，一通电话打过去咆哮。娇娇怀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秦宇此刻的心情估计跟吃了大便一样堵得慌，因为他的公司把何诗儿弟弟的公司起诉了，而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为什么呢？毕竟起诉几家供应商这种小事，根本不需要走到董事长这个级别，下面的人就能把活干好。直到何诗儿的弟弟何海明被抓起来，何诗儿找秦宇闹，他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根本不再是给自己的小情人送点零花钱或者转移财产的事儿了，这涉及伪造合同、利益输送以及侵害大股东权益。大股东提了条件，要么追回损失，董事长换人做，要么撤资，秦宇想办法将股份买回去。2个条件都让他焦头烂额。这几年他野心勃勃谋划上市，需要业绩持续上涨的关键期，公司之前花大力气拿了几个大项目，正在用钱的关键时期。冷不丁出了这种事，够他喝好几壶的了。法律吗？又不是只有婚姻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公司法、合同法，何诗儿都应该好好学学。爱马仕的限定款，区区小礼物，只是我送他的开门红。
想和我斗？几个空壳公司挂名的财务总监，真拿自己当回事了。秦宇脸色憔悴的回家，我刚在洗手间吐完出来，脸色比他还憔悴。只有婆婆精神抖擞，感觉能打折秦宇3条腿。你还知道回家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开跨国公司这么忙呢。你知不知道娇娇这个年纪怀孕很危险，需要你时时在旁边照顾的。不怪婆婆站在我这边说话，我和秦宇认识5年，结婚7年，有一说一，她对我一直挺好的，跟秦宇回去看她，她连凉水都没让我碰过。娇娇，咱女人不容易，你该让秦宇干活或者花钱的，别手软。所以我也知恩图报，在老太太身上花的心思和钱比对秦宇还多。只要她喜欢，想穿金就穿金，想戴银就戴银。何诗儿没结过婚，她不知道婚姻里最强的第三者不是外面的任何一个女人，而是婆婆。而我这个婆婆目前还是我的同盟军。秦宇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妈，我公司确实有事。那我不管，明天娇娇去医院建卡，你必须陪着去。你要是忙，我就自己上去。秦宇送我到私立医院门口，我低着头体贴说道。这些天我没找他吵闹，更是只字不提离婚。他回家有婆婆和保姆照顾，不回家我也不会夺命连环扣。我最大的倔强是和他分房睡，把一个忍气吞声的怨妇演得入木三分。但其实我们早就分房睡了，只不过我做的巧妙，秦宇并没有察觉不对。秦宇叹口气，拉好手刹，妈都特意说了，我还是陪你去吧。听听多委屈。可没想到一到医生门口，我们和挺着大肚子的何诗儿相遇了。秦总，这要巧，陪太太产检。何诗儿似笑非笑，目光从秦宇的脸转向我的肚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秦宇脸色惊疑不定，活似被何诗儿跟踪了一样，下意识地看着我。我拽着手提包袋，面色惨白，手足无措，一副窝囊正房的样子。我来产检呀，我又不像秦太太的命那么好，还有人陪着。何诗儿走到我面前，她肚子比我的带得多，讲话也不太顾及旁人的眼光。姐姐，我借用秦总几分钟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说介意，你就不借了吗？不介意，我嗫嚅着，转头自己默默找个位置坐好。秦宇无奈地跟着何诗儿走到一边，我收回目光，耳朵里隐约传来何诗儿的声音，你不是说没碰过她吗？那是意外。秦宇压低声音解释，再说她是我老婆，看样子何诗儿还不知道我也怀孕了。两人吵了几句，我心底一笑，开放式情人关系真是不堪一击。我和何诗儿前后脚进了医生办公室，错身而过时，他说，姐姐，我没想过破坏你的婚姻，可你用怀孕来绑住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是不是有点傻啊？我错愕地看着他，他挑眉看着我，眨眨眼，我缓缓反问道，难道用怀孕来绑住别人的老公显得很聪明？何况谁说我要用怀孕来绑住他了？我声音不小，医生和护士以及其他孕妇都看了过来。何诗儿的手贴在我的腹部，没人看清怎么回事，我和他倒成一团。他正压在我的肚子上，的痛呼后，大红色的血液便如彼岸花一般在我身下盛开。产检室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我的孩子没了，何诗儿的孩子倒是保下来了，不过他动了胎气，必须住院调理。我做完清宫手术出来，不顾身体虚弱，冲过去光明正大的赏了他一巴掌。你抢我老公就算了，连我的孩子也要害死吗？一时间整个病房都安静如鸡。何诗儿瞪着我，明明是你把我推倒的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我推你？我胎都没坐稳，我敢推你？婆婆闻讯赶到医院时，看到的就是这场面。娇娇，我扑到她怀里，妈，我知道您一直盼的孙子，可宝宝没了，我对不起您。说什么傻话，你好好调理，后面还会有孩子的，婆婆安慰我。我呜呜的哭，没了，医生说我再也不能怀孕了。婆婆的手一僵，又继续安抚我，没事，你别听医生瞎说，我们村里那个刘老太婆都快50了，去年还怀了一个呢。我指着何诗儿，哭着告状是她推了我一把。我那婆婆立刻精神抖擞地冲过去，满嘴骂骂咧咧，咣咣2个大嘴巴扇了过去。何诗儿直接懵了，农村老太太力气比我大得多，她的脸当时就肿了。你他妈是谁呀？她尖叫。婆婆薅住何诗儿的头发，嘴里骂道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大孙子，居然被你这贱人给整没了。眼看要出事，医护人员立刻冲过去拦住她。老太太，消消气，她也是个孕妇。孕妇怎么了？孕妇杀人就不犯法了？病房乱作一团，婆婆红着眼，被医护隔离开后还要冲过去打，被缴费回来的秦宇拦住了。妈，你冷静点。她死活拖着婆婆出了病房。何诗儿一脸狼狈，手上还打着吊针，她眼神怨毒地看着我，尖声叫道，好啊，照指教，
既然你要这么玩，老娘陪你玩到底。我笑了，这才对吗？我才不信何时儿真有自己讲的那么清新脱俗。女人肯心甘情愿做第三者，钱或者人，至少要图一样的。啥也不图的话，直接去庙里修行啊，来人间历什么劫？不过可惜了，他遇到我可是个睚眦必报的好人。沾血的事儿我不干，但也不会任人踩到我头上恶心我。我轻声警告他，何师儿，既然惹了我，就要当心被我扒下一层皮再走。当然，比你更可恶的是既要又要还要的秦宇，我不会放过。何师儿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。医生办公室虽然没有监控，但有人证。在得知确实有好几个人可以作证是他推的我时，何师儿还是慌了。我扬言要报警。你瞧，宫斗剧里的小伎俩，虽然低级，但挺好用。秦宇替他求到我面前时，我正在家里卧床休息。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好久没见过秦宇这般低声下气的样子，却是为另一个女人。等他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找他算账好吗？说来说去，还是孩子更重要。我冷笑，给秦宇看何师而发给我的微信记录。姐姐，我明天产检，听说你也怀孕了，一起吗？我定定地说，他就是故意的。秦宇柔声安抚我，好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。还有，你才流产，少看点手机。他将手机拿了过去，顺手把我和何师儿的对话框删了。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可恢复。我心底冷笑，难道秦宇对何师儿有几分真爱？好在那聊天记录也不过是我的左手倒右手的结果，否则我早拿给警察当证据，坐实何师儿的故意伤害了。秦宇把手机还给我，又解释道，我也不是偏袒他，只是孩子生下来，有个有案底的妈也不好。听话，咱们私了，我补偿你好不好？他口气温软，我一阵恶寒。我看着秦宇，怎么补偿？秦宇说，你说怎么补偿就怎么补偿。如果我说我要他的孩子呢？秦宇大概没想到我会提这种条件，他迟疑道，那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反正我也不能生了。我满脸委屈。秦宇拍拍我的手，别赌气，你再想想其他的。其他的？我还能要钱吗？我冷笑看着他，要钱的话，到最后不还是你出吗？你出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还要从我的口袋掏一半。秦宇语塞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一番讨价还价，秦宇最后答应给我 16% 的股份来做补偿。拉过被子，我奄奄道，我要睡了。好，我给你热杯牛奶。秦宇起身去了厨房。牛奶？我的眸光冷下来。秦宇曾对我动过杀机，在他认识何师儿之前，他不断说我这么多年都没怀孕，肯定是身体有毛病，又说我总是一个人在家，精神容易出问题。接着他开始每天嘘寒问暖，叫阿姨早起给我做一碗银耳羹，睡前帮我热一杯牛奶。那段时间我以为是肠胃虚弱或者牛奶不耐受，所以容易拉肚子。不忍服了他的好意，我只好悄悄倒给家里养的猫喝。后来那只陪了我5年的猫突然发狂，撞死了。送去宠物诊所，兽医说它可能是药物导致的神经受损，出现幻觉。家里的猫粮拿去检测都没有问题，直到查到它喝剩的牛奶残渣，里面有少量可以麻痹神经的药物。我摸着猫咪冰冷的身体，在宠物医院坐了一下午。牛奶是秦宇要求我喝的，为表诚意，他还会亲自给我端来。他也多次要求我去看下医生，免得在家惯出毛病。我拿出了父母的保险金给他创业，可他功成名就时却只想要我的命。的确，没有什么比吃绝户更容易致富的道路了。要么我发狂，可能死于意外，要么我被鉴定为神经病，送入医院治疗。一个疯了的原配，没有什么民事行为权利，对他而言，和死了没有区别。无论什么情况，他作为我在世上最后一个直系亲属，都可以支配或继承我的全部财产。而我孤身一人，只要秦宇不要求，不会有人查到我头上。我的下场会比这只猫还惨。窗外日头正盛，我只感觉寒冷。那个曾经挡在我身前说你先跑的倔强少年，最终还是足于名利场。也是在那个下午，我对秦宇彻底死了心。我抱着猫的尸体回了家，一脸伤心的说要出去散心。走了1个月，回来后我去了趟赵家。堂哥赵振宏刚坐上赵家当家人的位置，出面请我们俩吃饭。秦宇受宠若惊，赵振宏敲打他，说他创业的钱是我爸妈用生命换来的保险金，也是我从赵家唯一带出来的东西。发现我身后的赵家还有人会支持我，而且这个人他还惹不起后，秦宇老实了。可他也就老实了一阵，很快他就认识了何师儿，出轨了。我是后来才知道，秦宇当时连精神病院都替我联络好了。好在一个为钱就越过人性底线的人，不值得我再浪费任何心思。
在秦宇和何诗儿打得火热时，我换了保姆和家里的所有物品，又找了海外最高端的财富顾问，把资产重新做规划，层层嵌套下，这些钱和秦宇1毛钱关系都不再有。离婚暂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，那太便宜秦宇了。我本以为秦宇会很快去完成股权变更，不成想他却一直拖着。2天后，秦宇回家，只字不提何家姐弟的问题。临睡前，他又殷勤地给我端了杯牛奶。我抚着杯沿问秦宇，何诗儿害我流产的事怎么解决？秦宇正要起身的动作一停，他看着我，娇娇，这事儿先别急，我手里有个项目，投资额度有点大，你约下你堂哥，我跟他谈谈。我蹙眉，堂哥？赵振宏吗？什么项目要跟他谈啊？秦宇跟我鬼扯了一番。我想，他为了坐稳董事长这个位置，觉得原来的大股东靠不住了。他最近被大股东逼得很惨，又不能掏钱把何诗儿的弟弟捞出来，那样就坐实了是他的锅。金额虽然不过千把万，可也够上牢狱之灾的标准了。孰轻孰重，秦宇分得很清。可我冷笑，他凭什么觉得赵振宏靠得住呢？那更是个吃人不吐渣的。堂哥是赵家的主事人，忙得很，我也不确定能不能约到。那你答应赔给我的股份呢？秦宇笑，等我和堂哥谈完，你看也就几天的时间嘛。他催促我，再忍忍，快把牛奶喝了。我盯着他的眼，咕噜咕噜，一口口将牛奶喝光。第2天，我给赵振宏打了电话。娇娇开口，我怎么都会帮忙的。堂哥听懂我的意思，意味深长地说。秦宇去拜见了赵振宏，刚进包厢，他就找借口把我支出去了。赵振宏朝我点点头，我转身走了。出门时却收到私家侦探的信息，何诗儿跑路，他的人跟丢了。跑路？何诗儿的弟弟还在牢里关着，他一个重男轻女家庭长大的伏地魔，想跑也跑不远。不过我想起昨天老太太忽然收拾东西回了老家，说自己出来1个月了，老伴腿脚不方便。老太太这个节点抽身回家，何诗儿失踪不见，最大的可能就是秦宇为了保她和孩子平安，将她藏回老家了。至于老太太嘛，虽然我好吃好喝供着，可不能要求她的境界高到牺牲秦家香火传承的地步。我给了她秦宇老家的地址，往这个方向查，人应该在那儿。另外盯紧秦宇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何诗儿不见了，秦宇也再不提股份转让的事。我如果问，他就像一条滑不溜秋的泥鳅一般回道，娇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真闹到警察局，对大家都不好，是不是？他气息喷在我后颈，像毒蛇的信子吐在我的后颈，态度里却有种笃定，仿佛知道我根本不会去报警。而我的预感是对的，秦宇找赵振宏谈的根本不是什么大项目，而是股份转让。他极力促成赵家和大股东的谈判，几轮竞调，在我的同意下，大股东易主赵家。私下里，赵振宏夹着烟看着我，娇娇，当年你费力扑腾出赵家，想不到如今还是回归了。我皮笑肉不笑，哪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赵振宏一贯严正的面孔扯出一丝笑，聪明的姑娘，合作愉快。他伸出手，我虚虚的和他一握，在赵家不要谈真心这种奢侈的东西，不过是当年他要上位，筹码不够，而我有钱给他做后盾而已。当然我手里还有他一个秘密，赵振宏和我堂嫂是行婚，各有各的伴侣。可我想不到的是，秦宇能这么釜底抽薪，他私下里将自己手里的股份也卖了。等我察觉时，已经被他绑上了车，去精神病院的车。车子疯狂地开往郊区的精神病院。秦宇，你疯了吗？我怒目看着他，他扯了扯领口，笑看着我，怎么是我疯了呢？疯的是你呀！你看，你想要孩子想疯了，还一想出自己怀孕了。我一愣，你说什么？你之前不是假装怀孕，借口流产来榨我手里的股份吗？他冷笑，这种小把戏倒是挺可爱的。我皱眉，他轻声说，知道你怎么露出马脚的吗？因为何诗儿他不止这么多，一个被你堂哥玩过的破鞋，值得我拿股份去保他。他目光冰沉，我劝你也别白费心机了，你堂哥同意你疯的。我们谈好条件，他高价买走我手里的股份，剩余你的那些资产，我和他一人一半。赵振宏，我心底一凉，如果赵振宏真的倒戈，那我就完了。娇娇，想不到你竟然瞒着我，藏了10多个亿，真不乖，还让老公在外面这样拼命。秦宇的手捏着我的下巴，啧啧啧的开口说。我双手被绑，只能侧头避开。来不及细想，十字路口处一辆货车朝我们冲过来，砰的一声，车子在路上打了几个圈，我的头不知撞到哪里，晕了过去。迷蒙中，只见何诗儿挺着孕肚，骂骂咧咧的拉开车门。1个月后，乡下医院简陋的病房里，我婆婆刚把鸡汤给何诗儿端过去，
她的肚皮倒是争气，昨天生了个儿子。看到我出现在门口，我婆婆讪讪的不敢和我对视。妈，我开口叫道，我给你买了票，你去看看秦宇吧。老太太呆了呆，接过我给她买的票，又看了看何诗。这里有我。我回答道。老太太跺跺脚，还是放下不下那个镊子，转身走了。我拖了张凳子坐下来。刚生产完，何诗还很虚弱，不像之前还有力气把我从车里拖出来。我冷笑着问，还蹦跶吗？你现在这样子，感觉我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哼，她咬牙，那你来试试啊。我端起婆婆放在桌子上的鸡汤，她撇嘴说了2个字，吸管。我稍一迟疑，她就嚷嚷起来，我挨了3巴掌，还冒死把你救出来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成神经病了，让你递个吸管你都不乐意。行行行，她产后激素水平不稳定，我认命的给她插上吸管递过去。她满意的吸光，秦宇他妈手艺是真不错，也就你心大还敢喝，也不怕他知道他儿子怎么进去的，下毒毒死你。何诗儿看看我，松口气，秦宇真进去了，能不进去吗？职务侵占、伪造合同、私吞公款，还有个谋财害命。我看看他，后悔吗？他吃了声，后悔，就后悔这进度慢了点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一个差点害死你，一个从小就作奸犯科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他说的是秦宇和他弟弟，秦宇做梦也想不到，他的小情人何诗儿是有目的找上他的。在做他的情人之前，何诗儿被重男轻女的父母送给了赵振宏。赵振宏需要一个继承人，而我堂嫂不愿生，所以他就在外找人给他生。何诗儿一边被父母弟弟吸着血，一边被赵振宏虐身虐心。他跟了赵振宏3年，赵振宏每次都拿他替他要保护的人挡枪，所以怀孕2次，孩子都没留住。命险些丢了时，他心灰意冷。也就是那时，他知道了赵振宏在和我谈怎么处理其余险些害死我的事。大概以为我真是一朵善良柔弱的小白花，他向我发出了求救信息。可我是从赵家那种深渊里出来的，在我这里只有利益交换，没有真心互助。把眼泪擦干，想清楚你要什么，以及你能给我什么，再来找我。他来找我，说他要脱离那个拿他去填无底洞的家和赵振宏，而他能给我的是助我一臂之力，将秦宇送到他该去的地方。于是我出面，以公司的股份为筹码，将赵振宏摆平，换他的自由身。此后，秦宇有了一个无脑吹的情人，野心被无限放大。野心大了，加上业务顺风顺水，人就容易飘，漏洞很快就出来了。我好奇问他，你能告诉我，孩子到底是谁的吗？秦宇的呀，他望着我笑。我白他一眼，你明知道秦宇没有生育能力，之前的怀孕流产都是做给秦宇看的一幕好戏。像是想到什么，他又怅然的叹了口气。孩子只是个意外，他还是对我好过的。我看他不会回答我，也不再追问。其实我已经猜到，孩子是赵振宏的，也幸好打着秦宇的幌子才留了下来。怎么说呢？何诗儿这种病，也许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，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也管不了。至于秦宇，人生有一种活法，叫生不如死，他会好好体会的，就从让他知道，孩子不是他的开始吧。我递给何诗儿一个文件袋，拿着吧，新的身份5000万报酬，以后带着孩子好好生活。他接过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山长水远我们就不见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把所有痛苦留在原地，去迎接我更精彩的人生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